这破厂耗不起了，拆设备分家产，散伙。拨款无望，这厂撑不下去了。那些被你们当垃圾的雷达，我能用来打引飞机。我原本是研发6代机的顶级工程师，一觉醒来竟然回到了90年代，成了307军工厂里最没出息的技术员。全厂几百号人正因为发不出工资，闹着要拆伙散伙，甚至连厂长都准备去修拖拉机了。虽然我现在穷的只能吃2个冷馒头，但是看着那堆被称为垃圾的废旧雷达，我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只因我正打算用这些破铜烂铁，手搓出一台能把美军隐身飞机从天上拽下来的打狗棍。此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有人问我昨晚是不是喝多了，怎么在车间趴了一宿。我转过头，是个穿深蓝工装的中年男人，袖口磨得发白，领口全是油渍，手里夹着半截快烧到手指的卷烟。老周这个名字突然蹦进脑子里，紧接着无数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像决堤洪水一样涌了进来。307厂军转员发不出工资，铝锅滞销。我撑着车床站起来，腿有点软。这哪是什么高精尖军工车间，偌大厂房里10几台老旧机床死气沉沉趴着，大部分连电都没通，空气里没有切宵夜的味道，反而弥漫着一股让人绝望的霉味。最显眼的是车间空地上堆成小山的纸箱子，几个箱子破了口，露出里面的铝箔，那种农村集市上最常见的又薄又软的铝箔。老周把烟屁股扔地上，狠狠碾灭，骂了句：这世道，咱们好歹是个军工厂，以前造雷达配件的，现在天天造这玩意，造出来还没人要。铝锅旁边几个年轻工人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箱子上打扑克。我走到窗边推开，玻璃窗外面是典型的国企大院，红砖楼大烟肉水泥路坑坑洼洼，墙上还刷着几行褪色标语，以厂为家。可惜这个家快塌了，墙上日历显示1990年5月，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年海湾那边的火药桶马上就要炸，那场战争将彻底打醒全世界。而此刻的国内军工正处在最艰难的阵痛期，军费削减，大量军工厂面临转型，转得过来的活，转不过来的死。很不幸307厂就是那个快死的，厂里账上没钱了，上个月工资只发了60%。正说着，大门口传来一阵嘈杂，有人喊着让厂长别躲，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他们要吃饭养家。我快步朝门口走去，就看见行政楼前围了一大圈人，几百号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把中间几个人围得水泄不通，围在最中间的是个50多岁的小老头，头发花白，中山装洗得发白，那是307厂的厂长陈建国。他正拿着大喇叭满头大汗的喊让大家听他说一句，一个5大3粗的工人把搪瓷缸子往地上一摔，说上个月说下个月发，这个月又说下个月，他家孩子学费都交不起了，今天必须把工资结了。场面眼看要失控，陈建国急得脸红脖子粗，说自己已经去市里跑贷款，只要贷款下来马上发。有人喊银行早把厂子拉黑名单了，听说上面要把厂子撤并到拖拉机厂去。陈建国被推搡得踉踉跄跄，眼睛都歪了，但还死死护着怀里的公文包。他突然吼了一嗓子，带着哭腔说自己野南家里那口子还在医院躺着，但他保证只要307厂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会扔下大家不管。大家都知道厂长是好人，可好人不能当饭吃。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远处大铁门突然开了，一辆墨绿色吉普车卷着尘土呼啸而入，车牌是白底红字军牌。车门打开，一个穿作战迷彩的年轻军官跳下来，身材挺拔，手里提着黑色档案袋。他问哪位是陈建国厂长，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陈建国发愣地走出来，军官进了个标准军礼，说自己是军区装备部的韩队长，奉首长命令，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交给307厂。听到任务2个字，陈建国的眼睛瞬间亮了，周围工人也都竖起耳朵。军区的任务是不是意味着有钱了？我站在不远处，看着那个黑色档案袋，眼皮猛地跳了一下。1990年海湾前夕，这时候正来的紧急任务绝对不是造铝锅那么简单。会议室间的要死，头顶吊灯，周围几只苍蝇嗡嗡乱撞。长条木桌左边是307厂领导班子，厂长陈建国，总工孙志强和几个车间主任，一个个脑袋耷拉着，手里烟一根接一根。右边只坐着韩队长一人，腰杆挺得像杆枪。我作为技术员代表，缩在角落小板凳上，眼神直勾勾盯着桌上那个黑色档案袋。韩队长解开档案袋，掏出图纸和红头文件拍在桌上，说前线退下来的206型警戒雷达共10台，给半个月时间必须修好，其中4台还得能拉到引气场上直接用。孙志强眉头拧成死疙瘩说，这型号早停产了，是跟老大哥学技术时候的老古董，里面全是电子管。韩队长说，那是你们的问题。紧接着又扔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光修好不行，这次演习蓝军电子干扰非常强。孙志强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说这是开国际玩笑。206就是个瞎子聋子，设计底子摆在那，除非把心脏全换了，否则神仙来了也做不到。韩队长冷笑一声，撑着桌子站起来，问他们知不知道这批雷达干什么用。军区年度大演习要是拿不出像样的东西，307厂还有什么存在价值？他说文件写得清清楚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完不成307厂原地解散，人员分流。会议室瞬间死寂，解散这2个字像2座大山，压得所有人喘不上气。3号仓库平时就是堆废料的破地方，大铁门锈的掉渣，里面昏暗阴冷，10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像死尸一样停在中间，尘土漫天。等灰尘散了，我终于看清了这批宝贝的真容。墨绿漆皮大块脱落，露出生锈的铁壳，巨大网状天线歪七扭八直拉着。最惨那台操作舱上赫然几个弹孔，边缘焦黑，一看就遭过机枪扫射。孙志强拽开一台操作舱门，一股焦糊味扑面而来。他说线路都烧成麻花了，电子管肯定全碎了。陈建国带着哭腔
枪，求韩队长能不能换个任务，哪怕造炮弹壳子也行。韩队长硬邦邦顶回去。说能干就干，半个月后来验收，看不到4台能转的雷达，就办离职。吉普车轰鸣远去，仓库里剩下一群大眼瞪小眼的。陈建国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抓头发，说全完了，根本不可能完成。有人小声嘀咕，要不把厂里设备卖了，分点遣散费。陈建国猛抬头骂他，说那是国家财产，想坐牢吗？我慢慢走到那台被判了死刑的雷达前，伸手摸了摸冰冷粗糙的机壳。我钻进操作舱仔细查看，确实烂线路老化，绝缘皮一碰就碎，电子管放大器已经烧黑了。这种老式声波雷达，傻大黑粗，精度差抗干扰约为0，但是视线穿过烧焦线路和笨重机械，脑海深处仿佛有一扇大门缓缓打开，属于2035年的记忆。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图纸，复杂的滤波算法，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修好它，不修好也是死路一条。要想活，要想让307厂翻身，就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须改大改魔改。就在众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从破雷达里钻出来，拍拍手上的灰，我说谁说修不好？谁说修不好？所有人一愣，转头看我。孙志强皱眉呵斥，小技术员插什么嘴？我走到陈建国和孙志强面前，说这雷达能修，而且不用换新配件，不用买新电子管，我有办法能让它起死回生，才能达到韩队长的要求。孙志强气笑了，说我知不知道什么是性造，什么是多普勒效应？机器心脏都烂了，拿什么修？我伸出3根手指，说给我3天，还有这台最烂的样机，如果3天后不能让它转起来，再谈丧话也不迟，反正都要死了，为什么不让我试试？万一活了呢？陈建国看着我，他在我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东西，一种他在几10年前那些搞原子弹的老前辈眼里见过的东西。他咬咬牙，猛拍大腿，死马当活马医，这机器归我了，只要厂里有，随便拿我嘴角上扬。不用那么麻烦，给我一把焊枪，一台示波器，几斤好点的焊锡丝就行。我转身看向那台沉默的钢铁巨兽，脑海中的蓝图库正在发出这一世的第一声轰鸣。仓库大铁门重新关上，把外面的吵闹隔绝得干干净净。偌大的空间里就剩我一个人，那台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的206雷达。陈建国和孙志强虽然答应让我试，但眼神明摆着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走的时候头都没回。我从兜里掏出一把车间顺来的螺丝刀，蹲下身就开始拆操作台，背板螺丝锈死了，每拧一下都掉一地红铁渣。好不容易卸下背板，手电筒往里一照，里面线路跟鸡窝似的，红红绿绿的导线缠在一起，绝缘皮硬的发脆。最核心的电子管放大器已经烧黑了。为次比，这玩意儿就是上世纪50年代技术的活化石，全模拟电路，体积大耗电高，修这根本没法修。按孙志强行帮老工程师的思路，修就是换新管子接断线，但这有什么用？206的设计缺陷摆在那，频率固定扫描死板，信号处理原始。面对现代电子干扰，这玩意上战场别说看敌人，屏幕都能被雪花点铺满。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在心里默念让系统干活了。就在闭眼的瞬间，脑海深处突然嗡的一声，空间里陡然亮起一道蓝色光幕，一行行大蓝数据流，瀑布般刷过未来军工蓝图，启动宿主身份，确认当前权限一级。那台破雷达的3维模型倒接悬浮在脑海里，外壳螺丝导线元件全被扫描得清清楚楚，红色代表损坏，黄色代表老化，绿色代表勉强能用。一眼看去，整个模型红彤彤一片。系统分析完毕，给出的传统修复方案是更换电子管，重接线路，预计耗时10天，性能提升0，抗干扰能力极差，评价只有2个字：垃圾。方案不仅要修好，还要能抗干扰达到要求。数据流疯狂滚动，数字中频。核心思路是废除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保留天线和发射机高压部分，引入单片机采样，使用快速复理液变换算法滤波。所需材料是单片机魔术转换芯片，具备触不动目标显示能力，抗无源干扰大幅提升。我猛地睁眼，眼里金光四射，就是这个数字中频技术，在后世这是入门级教材，但在1990年的国内，这就是黑科技。现在的雷达大都用模拟电路处理回波，就像用耳朵听声音，杂音一大就听不清，而数字中频是把信号转化成0和1，用数学算法过滤杂音，只要算法写得好，噪音再大，我也能把特定频率揪出来。就像在嘈杂菜市场里，我只听我妈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别的全当没听见。这就是算法的威力，而且最妙的是，不需要高端材料。单片机虽然不便宜，但307厂肯定有库存，改造剩了不少。我兴奋得手都在抖，立马站起来抓起螺丝刀开始疯狂拆卸。这一次不是小心翼翼修补，而是大刀阔爷的破坏。烧焦的电子管放大器被暴力拆下，连底座一起扔，旁边一大捆老化模拟电路板像扔垃圾一样甩出去。没过多久，操作舱被拆的只剩个空荡荡的铁架子，只剩几根连接天线的主馈线。要是孙志强在这，估计能当场心梗。这哪是修雷达，简直是拆迁队进场。废料堆翻箱倒柜，副铜板有了，3氯化铁腐蚀液还有半瓶够用，电烙铁头都烧秃了。我像个捡破烂的，划了一堆东西，把破旧工作台清理出来，铺张白纸，拿起铅笔就开始画图，笔尖飞快摩擦，根本不需要思考，脑海里的蓝图直接通过手复刻到纸上，密密麻麻引脚定义，还有当时看来如同天书的逻辑门，电路画的正入神。身后大铁门被人推开，是老周，手里提着网兜，俩铝饭盒，他探头探脑进来，看见满地零件和空荡荡的机壳，吓得酒瓶子差点没拿住。他指着那堆废铁问我干啥，把雷达拆了，让孙总工看见非扒了我的皮不可，这可是国家财产。画完最后一根线，说不破不立不拆干净。老周一脸懵，说哪有新的，仓库里除了铝箔就是老鼠。我转身指指图纸，又指指脑袋，说这里有。我笑了，问他想不想看个魔术，把一堆废铜烂铁变成能看见千里之外文字的千里眼。老周看着我那张自信的脸，又看地上的破烂，咽了口唾沫。我把图纸往桌上一拍，让他帮忙去库房把那箱落灰的单片机搬来，就说是厂长批的。老周犹豫，我说必
须干，不想去拖拉机厂修轮子，就得把这硬骨头啃下来。被这气势一震，老周下意识点头，说反正最后一把，转身就跑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307厂的小会议室就炸了锅，长条桌上铺着张大图纸，密密麻麻全是线，那是孙志强连夜搞出来的抢修方案。孙志强把搪瓷缸子往桌上重重一顿，这就是胡闹，拿国家任务当儿戏。他对面站着的正是我顶着俩黑眼圈，头发跟鸡窝似的，显然一宿没睡，但手里那一叠手绘草图抓得死紧。先别急着喷他，那方案我看了，换汤不换药，断的接上的，这叫修旧如旧。孙志强气得胡子乱抖，指着我手里的草图问：“我就能行？把模拟电路全拆了，还要写什么算法？咱们这是修雷达，不是搞科研，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万一砸了，全场几百号人喝西北风去。”周围几个老工程师也跟着起哄，说步子迈大，容易扯着蛋，片机那玩意儿娇贵，以前改机床都失败了。我没退，走到黑板前拿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数字中频处理。我知道大家怕什么，觉得我在冒险，但不改才是最大的冒险。我指着孙志强那图纸说260米波雷达，天生精度差，用模拟电路，漏掉的比留下的多。面对现代电子干扰，这玩意儿就是瞎子修的，也是被蓝军当靶子打。陈建国问我，斩钉截铁说能。数字处理就像用显微镜看细菌，不管干扰多大，只要频率特征跟回波不一样，我就能用算法滤掉。好比在1万人的体育场里，我能精准听见它。陈厂长咳嗽说我会写算法了，厂里连个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拿啥写？我说用手写。从怀里掏出个本子，直接拍在桌上。本子翻开，密密麻麻全是汇编纸巾代码，每一个字符都工整的像印刷体。我说这是核心滤波，算法已经写好了。会议室间安静，几个懂行的老公凑过去看了一眼，表情从不屑变成惊讶，最后变成凝重。孙志强看着本子，脸色变幻，是不是干货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他还是不敢赌。就算算法是真的，硬件要把原电路板全拆了重做，厂里这破设备能达到那个精度吗？稍微有个虚焊，整个系统就废了。我举起右手，我有8级钳工手艺，也有电子焊接经验，我就能把样机做出来。我云墨卷铺盖走人，这辈子不提搞技术。这话太绝了，简直是把前途都押上了。陈建国看着我，又看孙志强，点根烟吸到烫手扔了。孙志强沉默许久，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但我说的也没错，老办法确实没把握，既然都要死了，那就让我折腾吧。他起身拍拍我肩膀，手劲很冲说：前头搞砸了，这最后机会做鬼都不放过。我嘴一笑说：搞砸了我自己跳炼钢炉。陈建国猛拍桌子，拍板定案，按我的方案搞，全场所有部门全力配合，要料给料，把大门拆了，卖铁也得给他搞出来。我收起东西往外走，孙志强突然叫住我，扔过来一把钥匙。他说那是他办公室示波器的钥匙，厂里唯一的进口货，平时他都舍不得用，拿去别给他弄坏了。我接住钥匙，心里一暖，这帮老军工嘴硬心热。我直奔材料库，把那箱单片机搬出来，开箱一排排黑色芯片像沉睡的砖头，在这年头，这就是宝贝。我喊老周搭把手清场，让他把这块地腾出来，拉警戒线，除了他和我，谁也不许靠近。老周利索的找来红绳，围了一圈，还找块纸板歪歪扭扭写上军事重点，闲人免进。我打开那台进口示波器，绿色波形跳动，像充满活力的心电图。我深吸一口气，松香味道弥漫脑海中，蓝图浮现，每一个焊点每一条走线清晰可见，焊锡丝触碰滚烫，烙铁头滋的一声，精准落在电路板上。我不再是濒临破产工厂的小技术员，而是来自未来的总师，用焊枪强行焊开一道通往未来的大门。这间灯亮了整整3天3夜，这3天我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饭是老周送进来的，一碗稀饭，3两口扒拉完，眼睛都不离电路板，困狠了就往嘴里塞把干茶叶，嚼苦味道冲脑子。工作台上全是焊锡渣和线头，空气里松香混着焦糊味呛嗓子。我手里的烙铁稳得像手术刀，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拧角上，一点青烟升起。第1024个焊点搞定，揉揉快瞎的眼，拿万用表一测，清脆风鸣声响起，轰了我长出一口气，嘴角上扬。这块飞线乱拉的丑板子，就是206雷达的新大脑。老周顶着黑眼圈凑过来，小心翼翼问咋样了？我端起板子说差不多了，让他开机柜，后盖装机，把新板子装进老机柜，就像给拖拉机装法拉利引擎。接口不对，但这难不倒我，几个自制转接架搞定，几十根导线里的精准插入插槽。此时是第3天傍晚，夕阳洒进来，把刚组装好的利剑改雷达染成金黄，虽然外壳还是破烂样，甚至弹孔还在，但此刻看起来竟有股肃杀气。消息早传出去了，车间门口围满了人，陈建国、孙志强行些老工程师，连食堂大师傅都拿着勺子来探头。陈建国问我准备好了没，我说好了。走到操作台前，原来的示波管换成了个数控机床，拆下来的单色显示器，我让孙志强帮忙看下电压表。走到稳压电源旁，死盯指针，全场鸦雀无声，呼吸可闻。我手指放在红色启动按钮上，321启动，低沉电流声响起，巨兽苏醒，巨大网状天线缓缓转动。所有人都盯着那黑漆漆的屏幕，1秒、2秒、3秒还是黑的。有人说完了没亮，有人说就知道。瞎折腾。孙志强眉头皱紧，我没动，死盯屏幕，心里默数单片机初始化时间。突然一声清脆电子音响起，屏幕中央猛地跳出个绿点，紧接着一行行绿色字符流水般刷出，系统启动正常，数字信号处理模块正常，滤波算法已加载。虽然看不懂洋文，但那绿点和开始画圈的扫描线大家都认识。老周激动的大喊：亮了，亮了！我低喝一声：别吵！双手在键盘飞快敲击，调整增频，
原本模糊的扫描线上突然跳出几个清晰光点。孙志强凑近看，惊讶地问：“这是回波信号吗？怎么这么清晰？以前这雷达开机全是雪花，目标根本看不清，现在屏幕背景干净的像黑板，绿点异常醒目。”我解释说这是周围反射物，大的是后山信号塔，小的是厂房水箱。老工程师喃自语说这底造压的这么低，这还是那个破206吗？我嘴角一勾，让老周把干扰源打开。所谓的干扰源，就是台坏掉的大功率电焊机，一开就产生强烈电磁脉冲，平时能把半个厂收音机搞得刺啦响。老周拉下电焊机铡刀，刺耳电流声炸响，所有人捂耳朵，眼睛却盯着屏幕。按理说这时候屏幕早该花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屏幕上那几个绿点只是微微闪了一下，依然稳稳定在那里，除了背景多了一丢丢噪点，整个画面几屏没受影响。卧槽！孙志强这辈子第一次爆了粗口，一把抓住我胳膊，激动的语无伦次。问这怎么做到的？是数字滤波吗？抗干扰比最新型雷达都强。陈建国不懂技术，结果连喊3声好，冲过来一把抱住我，猛拍后背说我立大功了，咱们厂有救了。周围工人欢呼，掌声雷动。那些质疑的老工程师，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眼神全是服气。搞技术的就这样，事实胜干雄辩，心里却平静。看着屏幕上稳定的光点，已经在构思下一步。我逃脱熊抱，整理领子。先别急着庆祝这一台样机，韩队长要4台，得抓紧。陈建国立马转身大喊个车间注意，停了，全部听我调遣，要人给人，要东西给东西。他回答声震耳欲聋。我看着这群重新燃起斗志的人笑了，转身看向那台雷达，在没人注意的角落，屏幕右下角有一行极小代码正在运行，那是我留的一个后门，专门给演习蓝军准备的惊喜。半个月后，西北某军用演习场，风沙大的吓人，刮在脸上跟砂纸模似的。一列军绿卡车轰隆隆开进阵地，一群迷彩服战士跳正来就开始忙活。这是红军的防空阵地，在一堆现代化装备里，307厂那几台利剑杆雷达简直是个异类。虽说我带人连夜喷了2个星期，但那傻大黑粗的造型，露在外面的粗铆钉，还有那个跟大锅盖似的老式天线，怎么看怎么像刚出土的文物。停在旁边的是兄弟单位708研究所的天眼1号，那可是个好东西，流线型天线罩，全固态发射机，操作车里还带空调，跟它一比，307厂这雷达就是个收破烂的。一个挂少校街的军官拿着步话机，正在指挥倒车的。陈建国喊让我们挪挪，别挡着708所的视线，把那个大家伙往边上靠，往死角去。陈建国脸上的笑僵了，一下还得赔笑脸，扭头冲司机挥手让往边上去，别碍着人家高科技的事。我坐在闷热的操作车里，透过满是灰的窗户，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起，屏幕上绿色代码一行行跳动。老周坐在副驾，把军用水壶往仪表盘上一砸，骂了句真憋屈，说咱好歹也是正规军工，怎么到了这跟后娘养的似的？那个少校的眼神不是看雷达，我头都没抬，敲下回车，说别急，演习还没开始，谁是垃圾还不一定。问708所是国家重点单位引进的法国技术，抗干扰，杠杠的，咱们这能行吗？我冷笑说法国人卖给咱们的猴版货，也好意思拿出来吹。正说着，车门被人一把拉开，韩队长黑着脸站在下面让我下来，他指着那几台雷达说：“刚才指挥部开会，首长点名骂娘，说防空旅要是掉链子，全是因为带了这几台废铁，让他把我们扔到2线去，别在前沿丢人现眼。”我眉头一挑，问2线能看见敌机吗？韩队长没好气说2线就是看戏的，等1线打完了，我们负责收拾还差不多。我摇头说那不行，军令状都立了，去2线怎么测，回去怎么交差。韩队长气乐了，说对手是蓝军，模拟外军顶级配置，有专门电子战飞机，就我们这老掉牙的206，人家一个干扰过来。我直视韩队长眼睛说烧不了，让他给个机会，就把我们放侧翼那个，平时没人去，正好让我们试试斤两。韩队长盯着我看了半天，这小子眼神里的自信让他莫名其妙，明明是一堆破铜烂铁，怎么搞得跟握着核按钮似的？他咬牙说行，死马当活马医，就把我们扔那个鸟不拉屎的高地。但丑话说前头，要是开场10分钟就报销了，结果他回去把厂拆了。我敬礼说一言为定，转身钻回车里，喊了声开车去侧翼高地。下午2点，演习开始，红军指挥部气氛紧张，巨大显示屏上，红军防空阵地光点密密麻麻，通讯兵报告蓝军战机起飞数量不明，方向正北。指挥官下令雷达开机搜索。708所的天眼1号率先转动。708所技术负责人钱学明得意的汇报说：“已发现目标，距离150公里，速度1.2马赫，已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引导导弹。”首长点头，露出一丝笑意说：“708所没掉链子。”话音未落，指挥大厅警报大作，屏幕上清晰的目标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花。首长猛地站起来，钱学明也猛了，手忙脚乱操作控制台，结结巴巴报告说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瞎了。首长怒吼问：“不是号称抗干扰最强吗？刚开始就瞎了。”钱学明满头大汗，解释说干扰太强了，超出设计指标，这是针对性压制。蓝军上了电子战飞机，红军阵地瞬间大乱，所有雷达全是雪花，分不清敌机还是噪音，无线电里全是刺啦声，没有致电磁权就是瞎子聋子。这辈子韩队长站在角落心凉半截，708都顶不住，我那几台破烂估计早冒烟了。就在所有人绝望时，指挥大厅角落一台不起眼的通讯终端突然亮了，是侧翼高地的数据链，声音嘈杂，
但听得清是我在喊指挥部。韩队长，韩队长猛冲过去，抓起话筒问我还活着。雷达咋样？我的声音断续，却透着股让人心安的淡定。报告说雷达正常，已捕获目标方位，距离120公里，高度150米，是超低空突防。大厅瞬间死寂，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盯着那盏灯，全频段阻塞下，最先进雷达都瞎了，那台废铁拼的玩意还能看见，还是超低空突防？钱学明尖叫起来，绝对不可能，米波雷达早饱和了，肯定是在撒谎，瞎报数据。我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说是不是瞎报？打一发不就知道，让韩队长给高炮营控制权，我把引导数据传过来。韩队长手都在抖，手掌死盯喇叭，沉默2秒，猛一挥手说给他，把高炮营交给他。韩队长深吸气，对着话筒吼说他身家性命交给我。敢忽悠他，毙了我！我回答收到。操作车里，我嘴角上扬，手指飞快敲击，几个被绿色方框死死锁定的光点正在快速移动，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噪点，但这些噪点就像被筛掉的沙子，在数字滤波算法面前，根本挡不住金子般的目标回波。我低语说想玩阴的，老子陪你们玩。猛按下回车，数据链传输开始，高炮一营阵地上，营长马铁军急得摔帽子，骂了句眼瞎了，全都瞎了，雷达全是雪花，这仗怎么打？通讯员猛摘耳机大喊，说接到侧翼雷达站数据链给了射击。马铁军愣了，问侧翼不是307厂那帮修锅的吗？他们能看见？说数据一直在问打不打。马铁军咬牙看着远处压得极低的云层，肉眼啥都看不见，但杀气逼人。他猛挥手说信他一回，下命全营注意，按数据链装定诸元，不用雷达锁定，直接盲射。几十门高炮同时怒吼，火焰染红半边天，密集的火网狠狠照向那片看似空无一物的虚空。几公里外，空中2架蓝军猎隼战机贴着山谷飞，驾驶舱里代号苍鹰的长机飞行员哼着小曲儿，心情倍爽，在无线电里调侃说这红军太惨了，跟没头苍蝇似的，快骑脖子上了都没反应。僚机笑着应和说雷达告警器都不响，防空网彻底瘫了，这次又要拿满分。苍蝇说准备跃升投弹，给他们来个斩首。座舱里突然响起凄厉尖叫，是锁定警报，还是死死咬住的那种连续波？看仪表盘，没有任何显示干扰，吊舱全开。红军应该全是雪花，对，怎么可能被锁？他刚想安慰自己是误报，前方云层突然炸开，一团团黑烟绽放，那是高炮爆炸的烟云，位置精准的可怕，正好堵在航线上。苍蝇大喊：拉升，快拉升，是伏击！战机猛抬头试图躲避，晚了，一声闷响，演习判定系统瞬间生效，座舱红灯亮起，显示被击落，耳机里传来导调部冰冷的声音：宣布蓝军01号机被击，立即退出；02号机重伤，判定失去战斗力。苍蝇傻了，呆呆看着仪表盘，脑子一片空白。强干扰超低空，还打这么准？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听到了通报：韩军突防分队损失2架，攻击受挫，转向脱离大厅。刚才还冷嘲热讽的钱学明，嘴张得能塞鸡蛋，眼睛滑下来都忘了扶。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在那片依旧白茫茫的雪花中，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绿色光点，顽强地闪烁着，那是307场的数据，整个屏幕上唯一的亮点。参谋结结巴巴打破沉默，手掌猛拍桌子，巨响吓人一跳。打得好，真解气！这绿点是谁？哪台雷达能接通？他要亲自说话。韩队长这才回神，激动的手抖，抓起话筒喊是307场营梦。首长要跟他通话，正忙着敲代码，刚赢了一波，但蓝军反应很快，干扰模式变了，从全屏阻塞变成了瞄准式干扰，那是高手。我让老周把风扇开大点，单片激热。老周现在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恨不得把我供起来。他看清了，我跟算命似的，飞机就下来。这时步话机传来首长洪亮的声音，说他是红军指挥官，问我是云墨小同志吧？语气平淡，报告说是184。问我怎么做到的？708都瞎了，我们那老206咋还能看见？我看了一眼疯狂跳动的数据流，说很简单，我们算法是活的，就像在满是杂草的麦田找麦子，麦子自然露出来。比喻通俗，但内行人都知道这背后的技术多恐怖。首长哈哈大笑，说好一个找麦子，命我接管整个防空旅雷达情报网，所有数据汇聚到我这，由我统一分发。钱学明脸瞬间惨白，让个快导弦工厂的小技术员指挥全旅，这简直是打708所的脸。他想挣扎，首长冷冷撇他，说战场上打赢就是规矩，他们能点亮屏幕也让他指挥，不行就闭嘴。钱学明缩脖子，彻底哑火，问我听到没？我的声音中干带上一丝锋芒，说请首长放心，只要这雷达在转，这片天苍蝇都别想飞进来一只。我深吸口气，窗外远处天空几道白色尾迹快速拉升，蓝军主力还没动，刚不过是探路，真正的较量才开始。我喊老周把那个红色开关盖子打开，指了指控制台最上方带保护罩的按钮，问那个不是自毁按钮吗？那是刚没舍得用的超频模式，接下来蓝军肯定全功率压制，咱得给这老伙计打点鸡血。老周担心地说，超频久了会不会炸？我眼神里闪着疯狂的光，炸之前我们会把他们全打下来。老周看着我的眼神，咬咬牙伸手掀开了红色保护罩，红色按钮暴露在空气中，仿佛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手指悬于按钮上方。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窗外更多的白色尾迹开始在天际升腾，车厢里的温度已经到了40度。那台老式206雷达的机柜里发出一阵阵令人牙酸的嗡嗡声，像是里面藏了一窝愤怒的马蜂。散热风扇转得飞起，却根本压不住那股越来越浓的焦糊味。老周手里拿着湿毛巾不停擦汗，惊恐地盯着电压表。再这么超频下去，不用蓝军动手，咱们自己就先炸了。我头都没抬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疯狂跳动的数据
巨流。炸不了，只要再坚持5分钟，也得等把这只鬼抓出来再炸。此时的雷达屏幕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样子，我开启了所谓的超频模式，强制解除发射机的功率限制，把信号处理速度提升到硬件极限。屏幕上原本还算干净的背景再次变得有些杂乱，那是被强行放大的底噪。但在这一片杂乱中，有一条极其微弱的轨迹正在忽隐忽现。茫茫群山之间，一架涂着深灰色低可视度迷彩的战机正在峡谷中急速穿梭，像一只贴地飞行的蝙蝠。是蓝军的王牌代号幽灵，驾驶舱里，王牌飞行员周天祥嚼着口香糖，一脸轻松，瞥了一眼雷达告警器，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现在的飞行高度只有不到50米，几乎是擦着树梢在飞，加上周围山体遮挡，机翼下挂载的最新型电子干扰吊舱，他有绝对的自信。红军那帮瞎子根本看不见他。耳机里传来塔台声音，说距离红军阵地还有30公里，准备模拟投弹。周天祥猛地一推操纵杆，战机一个侧翻，钻进了一条更加狭窄的山谷，准备给红军送个大礼包，然后收工吃晚饭。就在他准备拉起乐声的那一刻，座舱里的告警灯闪了一下，周天祥愣了一下，随即不屑地撇嘴，以为又是杂波，红军雷达是不是短路了？但那闪烁的红灯并没有熄灭，反而开始变得急促起来。这是被扫描的信号，而且信号强度正在直线上升。周天祥的脸色变了，这里是绝对的雷达盲区，除非对方把雷达架到了天上，否则绝不可能看见他。他猛地拉杆，战机像一条发狂的眼镜蛇，空中做出剧烈的 S 型机动，同时打开了所有干扰开关。红军指挥大厅里，一名参谋指着大屏幕惊呼：目标丢了！刚才那个好不容易出现的微弱光点，在闪烁了几下之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钱学明一直站在旁边冷眼旁观，这回终于逮到了机会。刚才那就是个假信号，是杂波，蓝军肯定是在利用多普勒盲区进行机动。那种老掉牙的雷达，只要目标速度和雷达波数垂到，它就立马变瞎子，这是物理规律，改个代码就能逆天，简倒是开玩笑。首长眉头紧锁，手里的烟都要烧到手指了。敌机就要凌空了，到底行不行？我根本没空理会首长的质问，正对着老周大吼：别管温度了，给我拿冰袋来，直接敷在主芯片上。老周吓得一激灵，从保温箱里抓起2个冰袋，哆哆嗦嗦地按在了滚烫的电路板上。冰袋接触到芯片散热片，瞬间冒出一股白烟。钱学明说的没错，对方确实是在利用多普勒盲区，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战术动作，通过特定的机动轨迹，让雷达误以为目标是静止。对于现在的硬件来说，这几乎是无解。但我是来自2035年的总师，既然硬件跟不上，那就用算法来凑。我咬着牙，在屏幕上敲下一行行极其精简的汇编指令，在现场重写滤波算法。我在原本的算法里加入了一个基于概率预测的卡尔曼，让雷达学会猜。既然对方现在是静止的，那我就根据前一秒的速度和轨迹，预判下一秒会在哪。我大吼一声，重重敲下回车，雷达机柜猛地颤抖一下，那声音大得像是在咆哮。屏幕上原本空空荡荡的雷达扫描图，突然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在那片混乱的噪点中，一个红的发紫的光点死死定在了屏幕中央，它不再闪烁，不再消失，就像是被钉子钉住的苍蝇。我猛地一拍大腿，汗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咸得发苦。给我锁死它！高炮营数据链同步。空中周天祥正在做着剧烈的铜滚机动，整个人被过载压的脸部变形。他以为自己已经甩掉了那个讨厌的信号。就在这时，座舱里突然响起了那最让人绝望的长鸣声，是火控雷达持续照射的锁定音。周天祥惊骇地看向仪表盘，雷达告警器上的威胁指数直接爆表，那个信号源就像是贴在他脸上一样，死死咬着他不放。不管他正面转弯，怎么俯冲，怎么释放干扰波条，那个声音就像是复古之躯。周天祥这辈子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有着透视眼的怪物。耳机里传来导条不无情的倒计时，距离5公里，火控雷达锁定。周天祥绝望了，在这个距离被火控雷达锁死，就算是神仙来了也跑不掉。地面上早已等待多时的高炮群再次发出怒吼，这一次不是盲射，而是精准到米级的集火射击，无数发炮弹在周天祥的战机周围炸开。虽然是演习判定，但那种被死亡笼罩的感觉是如此真实。座舱红灯亮起，导调部宣布蓝军01号长机被击落。演习结束，周天祥无力地松开操纵杆，整个人瘫在座椅上，大口喘着粗气。他引以为傲的技术，在那台神秘的雷达面前，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当那个代表敌机的光点变成灰色，显示击落字样的时候，整个大厅安静了1秒钟，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帽子被扔上了天，参谋们抱在一起又跳又叫，首长激动得满脸通红，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这才是我们的军工，这才是我们的雷达。他转过身，看向那个缩在角落面如死灰的钱学明。刚才说什么来着？改个代码就能逆天？看来咱们的云墨同志就是那个能逆天的人。钱学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台破雷达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欢呼声并没有传到这里，车厢里安静的只有风扇空转的声音。老周小心翼翼的推了推趴在操作台上的我慢慢抬起头，脸色苍白的像张纸，嘴唇干裂全是血口。刚才那几分钟的高强度脑力输出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打下来了，太神了，真的打下来了。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力气。就在这时，身后那台不堪重负的雷达机柜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响，紧接着一股黑烟冒了出来，屏幕闪了2下，老周吓得跳起来，赶紧拿灭火器。我却摆手制止了他。我看着那台冒烟的机器，眼神里满是温柔，就像看着一位刚刚拼尽全力跑完马拉松的老战友。他只是累了，任务完成了。车外夕阳如血，几辆吉普车正卷着尘土疯狂地朝这边冲过来，那是首长的车队。我知道其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时，夕阳把侧翼高地染得血红。那台刚刚立了大功的雷达车，此刻正冒着青烟，像个抽完事后烟的老大爷瘫在阵地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那是电熔爆浆和绝缘漆高温挥发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几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带着一路烟尘，停在雷达车旁，几双黑色军靴重重地踏在满是碎石的地面上。当先一人，50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杆挺得像标枪一样高，肩章上的金星在夕阳下闪得人眼欲。正是这次演习红军的总指挥张司令，跟在他后面的是一脸晦气的韩队长，还有那个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的钱学明。张司令环顾四周，嗓门大得像铜钟，问那个把幽灵捅下来的兵在哪。老周正拿着螺丝刀对着烧黑的机柜发愁，吓得手里的螺丝刀当机一声掉在地上，结结巴巴说我在车里。张司令大步流星走到操作车门前，一把拉开那扇有些变形的铁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车厢里简直就是个桑拿房。我正瘫坐在椅子上，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手里还捏着那个已经化成温水的冰袋，眼神有些涣散。我费劲地转过头，迷糊了一会反应过来，想要站起来敬礼。张司令一步跨上车，大手一挥，直接把我按回了椅子上，说行了，坐着吧。张司令没急着说话，先在车厢里转了一圈，这地方太简陋了，到处都是裸露的线头，机柜外壳都被拆了，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手工焊接的电路板，那个立了大功的显示屏已经黑了，旁边还放着半瓶没喝完的凉白开。张司令伸手摸了摸那个还在散发余热的机柜，指尖沾了一层黑灰，他转过头看着跟上车的钱学明，语气有些玩味地问，这就是他说的破铜烂铁？钱学明站在车门口，脸涨成了猪肝色，硬着头皮说这完全是违规操作，线路乱七八糟，根本不符合军工标准，而且强行超频，严重透支设备寿命，这要是实战雷达烧了，后续战斗怎么办？这是对国家财产的不负责任。张司令猛地回过头，睡墨星子差点喷到钱学明脸上骂，到实战的时候，敌人的导弹都骑到脖子上，还讲设备寿命，还是讲军工标准？张司令指着那台烧毁的机器吼道，只要能把敌机打下来，哪怕这雷达下一秒炸成灰，那也是好雷达。钱学明被吼得缩了缩脖子，但眼神里还透着股不服气。张司令转过身看着我，眼神柔和了不少，问我缓过劲来了没？我缓过劲儿来了没？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事，就是有点脱水。张司令拉过一张折叠凳，大马金刀的坐在我对面，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说他也算是个老兵了，但这电子战不懂，就想知道708所那种几百万的洋玩意儿都瞎了，我这台几十年前的老古董凭什么能看见？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钱学明更是瞪大了眼睛，等着抓我的漏洞。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拿起凉白开灌了一口，润了润干裂的嗓子，说其实道理很简单。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以前的雷达就像是个听力很好的顺风耳，就把耳朵造得特别大，功率做得特别高，这就是708所的路子，钱学明冷哼一声，刚想反驳，我继续说蓝军的电子干扰，就像是在耳边敲锣打鼓，听力再好也没用，全是噪音，反而会被震聋。张司令点头说通俗易懂，问我是怎么干的？你是怎么干的？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我不比谁嗓门大，也不比谁耳朵大，我比的是脑子，我说给这台雷达装了个脑子，虽然他的耳朵不好使，但我写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能从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里拓繁到里室，分伴出蚊子扇翅膀的频率，只要频率对上了，我也能把它揪出来。我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数字化滤波和目标识别。钱学明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我说数字化滤波需要多大的算力？就凭这台老式雷达上的那几块破芯片，还是8位的单片机，根本跑不动复杂的滤波算法，这是在忽悠外行。我看了钱学明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说算力不够，是因为他的算法太笨。我说他们还在用传统的算法，我已经用上了快速迭代算法，和卡尔曼预测模型，我不需要算清楚每一个噪点，只需要算出目标可能出现的概率区间，然后把剩下的全扔掉。我说这叫软杀伤。张司令咀嚼着这个词，眼睛越来越亮，猛地一拍大腿，好一个软杀伤！他就喜欢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路子，底子薄。要是跟美国人拼硬件拼到猴年马月去，就得靠这种脑子。张司令站起身，看了一眼这辆破破烂烂的操作车，又看了一眼外面那台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雷达。这台雷达烧得值，让韩队长把这台雷达车拉回去。别修了，就这么烧着。放进博物馆。
让以后来的兵都看看，让以后来的兵都看看什么叫战斗精神。什么叫战斗精神。韩队长立正敬礼，激动得满脸通红。张司令的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既然这雷达烧了，是不是得赔我一台更好？我随即反应过来，嘴角微微上扬说，只要给资源，我可以给他拉起一张网。张司令哈哈大笑，要资源给资源，要钱给批条子，但他有一个要求。张司令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身上那股铁血杀伐的气势瞬间爆发，说海湾那边局势不对劲，老美可能要动手了，上面让他们盯着点学着点，但他不想光看着别人打仗流口水，他凑近我一字一顿地说，要我把这套东西给他普及到整个军区的防空系统里去，让咱们的雷达不管对面敲多响的锣都能听见蚊子叫。问我能不能做到。我站到了身体，虽然身体极度疲惫，但眼中的光芒却比刚球的雷达屏幕还要亮。这是机会，是307场翻身的机会，也是中国军工弯道超车的机会。我说保证完成任务。张司令大手一挥，让韩队长派车，把我和团队立刻送回军区招待所，好吃好喝供着。明天一早，他要在军区作战会议室看到我。张司令看都没看钱学明一眼，转身大步走下了车。钱学明站在原地，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知道从今天开始天变了，那个被他们瞧不起的307场，那个修理过的破场子。车外夜幕降临，荒凉的演习场上，风依旧在刮。老周凑到我身边，激动得手都在抖问，咱们这是发了吗？我看着张司令远去的车灯，疲惫地靠在椅背上，从兜里摸出一根压扁了的烟，却发现没火。我说不是发了，是活了307场活了，是活了307场活了。而我脑子里的那些图纸，那些在这个时代看来，如同科幻。我让老周回去收拾东西，咱们去军区，去拿咱们该拿的东西，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有的忙了。老周问不回厂里吗？我看着北方，眼神锐利如刀，说有些人还在做着机械化战争的美梦，我得去把他们叫醒，不然等狼真的来了，咱们连猎枪都还没造好。几天后，307厂的大门口，两辆蒙着厚帆布的解放牌大卡车正在倒车，厂里的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一个个伸长脖子往里瞅。大家都听说了，我从北京回来，不仅带回了编制和钱，还带回了军区特批的宝贝。陈建国也来了，手里拿着红头文件，激动的脸上的褶子都在抖。公院文件上写的清清楚楚，特批撤销307厂裁撤决定，更名为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307分所，还特批专项研发资金50万。在这个万元户都稀罕的年代，对于穷的连锅都揭不开的307厂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陈建国抓住我的手，用力摇晃着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咱们厂保住了。我能感觉到那双粗糙的大手里全是汗，还在微微颤抖。回到307厂的时候，吉普车刚开进厂区大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本冷冷清清杂草丛生的厂区，此刻却是锣鼓喧天，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挤在道路两旁，手里挥舞着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彩旗。有人喊来了，人群瞬间沸腾了。那些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人们，此刻一个个喊得嗓子都哑了。有的老太太一边抹眼泪，一边往车里塞煮鸡蛋，车根本开不动了。我不得不推开车门走下来，就被几个壮实的年轻工人抛向空中。在半空中看着这一张张激动的脸庞，他们中有头发花白的老技工，有刚进厂的小学徒，还有带着孩子的妇女。他们还在为下个月的饭钱发愁，还在担心厂子倒了以后去哪摆摊修自行车。而现在他们的眼睛里有光，那是希望的光。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鼻子有些发酸。我知道自己救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厂，是这几千个家庭的生计，是这几千颗滚烫的心。热闹一直持续到晚上，食堂里摆起了流水席。虽然只有大白菜炖粉条和馒头，但大家吃的比过年还香。我好不容易从敬酒的人堆里脱身，躲到了车间后面的小树林里透口气。月光洒在废弃的机床上，泛着冷冷的光。陈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手里拿着2瓶二锅头。他叹了口气，靠在一棵老槐树上，看着远处的灯火。说实话，前几天他都准备好上吊绳了，想着要是厂子在他手里没了，怎么去见地下的老书记，怎么去见那些为了建厂牺牲的老战友。老人的声音有些应验，你救了咱们厂，以后这厂里的技术我说了算，谁要是敢跟我炸刺，他第一个拿扳手敲碎那人的脑袋。我看着这个为厂子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郑重地点了点头，说，厂长放心，这才哪到哪。我指了指头顶那片浩瀚的星空，说，咱们307厂以后不仅要做雷达，还要做导弹，做飞机，他们要让全世界都求着买咱们的东西。陈建国哈哈大笑，举起酒瓶跟我碰了一下，说，就喜欢我这股吹牛不上说的劲。我喝完最后一口酒，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张火车票，那个即将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研计会，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会那些所谓的专家了。海湾战损的号角即将吹响，而我要带着307厂，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北京的秋天，风里带着股干爽的凉意。我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手里拾着那个印着307厂字样的旧帆布包，脚下的解放鞋底已经磨得有些发亮。招待所就在总参大院旁边，红砖透着股肃穆劲，门口的哨兵查得很严。我把那张皱巴巴的介绍信递过去，对方反反复复看了3遍，又打了
了个电话，何时放下？刚进大厅就被一个穿着笔挺军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叫住，问我是哪个单位的。这人手里拿着个真皮公文包，头发梳得油光亮，一看就是机关里的笔杆子，笑了笑说307所。什么？中年人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说是原来做铝锅的那个厂，听说最近搞了个雷达，运气不错，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还有几分不屑。我淡淡回了一句，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人名叫孙德胜，是这次研勤负责人之一，也是某军事院校的理论教员。他撇了撇嘴，转身招呼几个穿着将校大衣的老专家。会议室大椭圆形的红木长桌能坐下30多号人，墙上挂着巨幅的世界地图，重点标注了中东那个海湾地区，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都是国内军工界和战略研究的大佬，有搞坦克的，有搞火炮的，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将军。我的位置在最角落，旁边是个暖气片，烤的人有点燥热。主持会议的是一位肩膀上打着2颗金星的老首长姓周，他敲了敲桌子说：海湾那边的局势大家都看到了，伊拉克几十万大军压境，美国人也在调兵遣将。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看法。这仗要是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打法？咱们以后该怎么选？一个留着板寸头的大校站了起来，他是装甲兵学院的教授，也是著名的坦克战专家。他走到地图前，指着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境线：这仗毫无悬念，肯定是场硬碰硬的机械化大决战，一片全是平原沙漠，最适合装甲集群突击。伊拉克有几干辆苏制坦克，还有著名的共和国卫队，战斗力不容小觑。美国人虽然装备好点，但也得靠坦克硬推，到时候就是几干辆坦克在沙漠里对轰，谁的装甲厚，谁的炮管粗，谁就赢。所以咱们的发展方向还得是重装甲大口径。旁边几个老专家纷纷点头附和，说战争最后还得靠人去占领，靠坦克去推进，什么电子战、空中打击都是辅助手段，动摇不了根本。还有人说，美国人这次选伊拉克是主场作战，还有几十万久经沙场的老兵，搞不好美国人要陷入第2个越南泥潭。孙德胜也在旁边插嘴，咱们得研究怎么搞大规模步坦协同，我们在沙漠地形下搞纵深穿插，这才是咱们的看家本领。会议室里气氛很热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全是装甲厚度、火炮射程兵力对比这些传统数据。孙德胜站起来指着我说笑话：几千辆坦克摆在那，怎么可能没机会开火？难道美国人的坦克会飞？不是坦克会飞，是炸弹长了眼睛。我走到黑板前，快速地画了一张草图，那不是坦克，而是一个看起来像个大网一样的结构。图最上面是卫星，中间是预警机，下面是战机和地面指挥中心，所有节点都用线条连接在一起。我敲着黑板说：这叫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未来的战争不是比谁的炮管粗，是比谁看得远，比谁反应快。在美国人的体系里，伊拉克每一辆坦克在开战前就被卫星锁定了坐标，不是坦克重逢，而是电子干扰机线上，把伊拉克的雷达和通信全部切断，把它们变成瞎子笼子，然后隐身战机端门，精确制导炸弹，定点清除防空火力，才是武装查升机和攻击机进场收割。我扫视全场，语气冰冷的像是在宣读判决书。那不是战争，那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像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拿着带夜视仪的狙击枪去打一群拿着烧火棍的盲人。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我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僵住了好半天。那个老专家回过神来，气得胡子直抖，说我这是为武器论事，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伊拉克人也是有血性的，会搞伪装，怎么可能毫无还手之力？毫不客气地回过说，血性挡不住芯片，在绝对的技术代差面前，血性只能换来更惨烈的牺牲。如果咱们还抱着这种机械化决战的老黄历不放，将来要是碰上这种对手，咱们的几十万大军也一样是活靶子。孙德胜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这是危言耸听，是在否定他们几十年的建军思想。我一个搞修锅厂出身的技术员，懂什么大战略？一直没说话的周首长突然开口，他并没有生气，死死地盯着黑板上我画的那张图。那张图虽然简陋，但那种环环相扣的逻辑感，却让他这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问，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应对这种战争，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深吸了一口气，知道机会来了。我说，当务之急不是造更多的坦克，也不是造更大的炮，是让我们的武器学会思考，让我们的导弹长上眼睛。我竖起3根手指说，给我3个月，我不造新导弹，咱们库存里那些老掉牙的雷霆2，我会让他们看到什么叫精确打击。全场哗然。雷霆2是仿制美国几十年前响尾蛇的，老古董红外引导头，对着太阳都能追过去，早就该淘汰了。还有人说，这小子疯了吧？那是垃圾堆里的东西，还能改成精确制导武器？孙德胜更是质疑。我要是能把雷霆2改成精确制导导弹，他就把这桌子吃了。我转过头看着孙德胜，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桌子可是红木的，希望他牙口的好点。说完，我不再理会众人的议论，转身回到座位上，拿起那支钢笔，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一行字：项目代号天穹之剑。周首长看着我的背影，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说了句有点意思，拨通了一个号码，给307所批一批库存的雷霆2导弹，再给他们调拨一批实验器材。他要看看这小子到底是在吹牛，还是真有通天的本事。窗外一片枯黄的叶子被风卷起，一场
场关于未来的赌局。就在这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悄然拉开了帷幕。307所的大门口，2辆蒙着厚厚帆布的解放牌大卡车，老周挥舞着手里的小红旗，扯着嗓子指挥。厂里的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一个个伸长脖子往里瞅。大家都听说了，我从北京回来，不仅带回了编制和钱，还带回了军区特批的宝贝。有人猜肯定是进口的高级设备，或者是新型雷达的零件。看那车轱压得多沉，肯定是好东西。我站在台阶上，手里抱着个搪瓷茶缸，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嘴角挂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笑。随着一声令下，几个壮小伙子爬上车斗，一把掀开了帆布，围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车斗里没有什么闪闪发光的进口设备，也没有什么精密仪器，只有一堆木箱子。这些箱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木头都发黑了，有的边角还烂了，露出里面发黄的防潮油脂，一股陈旧的机油味混合着霉味，顺着风飘进了众人的鼻子里。老周愣住了，爬上车撬开了一个箱盖，箱子里静静地躺着一枚细长的导弹，弹体上的白漆已经泛黄，尾翼上还带着点锈迹，弹头部位照着个浑浊的玻璃罩子。人群里有个识货的老技术员喊了一嗓子：是20年前仿制的老导弹，现在打靶都嫌慢，咱们拉这堆废铁回来干啥？议论声像炸了锅一样响起来。有人说咱们现在可是307所正团级单位，怎么改成废品回收站？这玩意送给孩子当炮仗放。工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刚大那股兴奋竟像是被一盆冷水浇透。1号实验室里气氛有些压抑，那枚锈迹斑斑的雷霆2被架在操作台上，像个等待解剖的病人。周围围了一圈人，有搞机械的，还有搞化工的。大家看着这枚导弹，一个个愁眉苦脸，这活没法干，这气动布局太老了，只能尾追攻击，还得是对方屁股后面喷火才行。只要人家战机稍微转个弯，或者对着太阳飞，这导弹就瞎了。里面的导引头是硫化铅的，灵敏度低的吓人，别说抗干扰了，就是扔个烟头都能把它骗走。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的轮廓，这是美国的先进战机，又在旁边画了一枚导弹，这是咱们的雷霆2。如果按照现在的打法，咱们的飞机得飞到敌机屁股后面2公里，还得祈祷对方是个傻子，咱们能锁定发射。大家纷纷点头，这就是现状，落后就要挨打。我手里的粉笔突然用力，在那架飞机周围画了一圈多纹。未来的战争不是这么打的，是超视距和精确打击的天下，谁先看见谁就赢，谁的导弹长了眼睛，谁就能火。导弹不是有导引头吗？那不叫眼睛，那叫白内障，是要能分辨出敌机的红外轮廊，能过滤掉太阳光，能无视对方抛出的诱饵弹。它得像一只猎鹰，死死咬住猎物的喉咙，不死不休。就是给这堆废铁换上一双鹰眼，再装上一个明的大脑，把这枚雷霆2改成能迎头攻击、具备全相位锁定能力的智能导弹，并且能抗住强电子干扰。实验室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这简直是变魔术。迎头攻击得用制冷型的替华阴导引头，那玩意咱们国家根本造不出来。还有智能大脑，这导弹肚子里就那么大点地，现在的芯片像砖头一样大，塞都塞不进去。造不出来就自己造，塞不进去就想办法。就在这时，车间大门被人猛地推开，一个穿着作训服的少校军官大步流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密封的牛皮纸信封。少校把信封拍在我满是油污的手里，说是总参集电关于天穹之剑项目的具体指标，要求我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眉头就皱成了一个川字。周围的人都凑了过来，老周只看了一眼，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帮坐办公室的是不是疯了？文件上赫然写着几行刺眼的大字：攻击角度必须具备全相位攻击能力，包括迎头攻击，机动性能够击落做7个巨波，在机动的空中目标。西北靶场实弹验收。这哪是改导弹，简直是造原子弹！意味着导引头必须能探测到几公里外飞机蒙皮摩擦空气产生的微弱热量。现在的雷霆2连飞机尾喷口的几百度高温都看不清，这要求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首长说了，如果要造垃圾，那就别浪费国家的钱。如果做不到307所的编制，下个月就撤销那50万经费，连本带利退回。说完，少校转身就走，皮靴踩在水泥地上，发出飞咔的声响，像是在给307所倒计时。车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看着我，那张薄薄的纸现在重得像座山，那还是去造铝锅吧，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死死地盯着文件上的迎头攻击4个字，我知道这是必须跨过去的坎。海湾战争里，美军的响尾蛇就是靠着这种能力，把伊拉克的战机像打火机一样打正来。如果中国不能掌握这项技术，未来的空战就是送死。我突然笑了，笑得有点瘆人，把文件揉成一团，狠狠塞进口袋里。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造铝锅。我猛地转过身，眼神里燃烧着疯狂的火焰。不就是迎头攻击吗？不就是抗干扰吗？他们要什么？老周，去把仓库里所有的无缝钢管都拉出来，凑高压气瓶。王师傅带人去，把那台报废的数控铣床修好，哪怕是用手摇，也要给我把节流阀的喷嘴钻出来，孔径要比头发丝还细。我一把抓住小李的肩膀，力气大的让他龇牙，有多少要多少，这是军令。被我这股风劲感染，大家原本绝望的情绪被一种悲壮的冲动取代了。既然没有退路，那就把强撞穿。3天后，我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胡子拉碴的坐在办公室里，面前堆满了废弃的设计图。小李气喘吁吁的跑进来，手里拿着话筒，脸色煞白。刚物资局回电话，没货。这种高纯度的替换阴晶体，国内只有2家研究所能做，但产量极低，而且都被航空航天部给包圆了。咱们这种野路子单位根本排不上号。
让他们去调剂。调剂不了，这是8桶禁运清单里的战略物资，国外根本不卖给我们，国内那些产量连搞卫星都不够用，哪有多的给我们做导弹实验？我愣住了，算准了结构，算准了算法，漏算了这个时代的工业基础材料，这是中国军工几10年的痛，就没有眼睛。没有眼睛，所有的设计都是废纸。要不跟上面申请一下，降低点指标，用硫化铅凑合一下。战场上敌人会跟你凑合吗？导弹飞出去，不炸飞行员的命。我站起身，在狭窄的办公室里来回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狼。禁运、封锁、卡脖子这些词像一根根刺，扎得我心口疼。突然我停下了脚步，目光落在了墙角的一堆瓶瓶罐罐上，那是之前为了修雷达从化工厂顺回来的一堆事迹，眼神变得异常可怕，声音低沉的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既然他们想卡死我，我一把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大步向外走去。众人惊呼，问我去哪，我头也不回。声音在走廊里回荡：老子自己提纯，我就不信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我用土法子也要把它练出来。那一夜307所的灯火彻夜未熄，我带着老周和小黎几个人钻进实验室，把那堆从化工厂顺来的瓶瓶罐罐，没有进口设备，那就用土办法；没有高精度仪器，那就用手掐。既然他们想卡死我们，那我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把这块石头练出来。这是一场在刀尖上的舞蹈，但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无所畏惧。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像是一首激昂的战歌正在悄然奏响。那张关于精准战争的预言图纸正压在我的案头，等待着变为现实的那一刻。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坐在观礼台的第一排，已经很老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但我依然坚持要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有人喊来了。来了，远处的空中传来低沉的雷鸣声，先是直升机编队组成的字样，然后是预警机、轰炸机、加油机，最后是那个压轴的方阵，5架歼55组成舰型编队，一架造型更加科幻的飞翼式轰炸机。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时空的重叠，我看到了1990年那个破败的307厂，看到了那台冒着黑烟的206雷达，看到了那堆被当成废铁的雷霆2导弹，我看到了老周举着小红旗在车间里跑来跑去的样子，看到了陈建国抓着我的手老泪纵横的样子，看到了那些在流水席上吃着大白菜炖粉条却笑得比过年还开心的工人们，我看到了那个在北京会议室里被人嘲笑的年轻人，看到了他在黑板上画下的那张简陋的作战体系图，看到了那行写着天穹之剑的字迹，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汗水和泪水，那些嘲讽和质疑，全都化作了天空中呼啸而过的钢铁雄鹰，天空中战机拉出的彩烟，宛如一道道绚丽的长虹，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大地与苍穹。我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说过的话，我说咱们307厂以后不仅要做雷达，还要做导弹，咱们要让全世界都求着买咱们的东西。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吹牛，那些曾经被人瞧不起的废铜烂铁，那些被人嘲笑为破铜烂铁的老古董，他们的后代正在蓝天上想，他们不再是瞎子，他们长出了眼睛，学会了思考，他们成为了这片天空最锋利的爪牙。有人凑过来问我，云老，您在看什么？只是笑了笑，浑浊的眼眶里有些温润。我在看什么？我在看那些年轻的脸庞，在看那些还没有被岁月打磨过的眼神，在看那些和我当年一样倔强、一样不服输的灵魂。我在看一个国家的脊梁，在看一个民族的希望，在看无数个像307厂一样从废墟中爬起来，从绝境中杀出来的军工人。这片天空曾经被别人的铁翼遮蔽，曾经被别人的导弹威胁，曾经让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片天空是我们的。歼55编队呼啸着从观礼台上方掠过，巨大的轰鸣声震的胸腔都在颤抖。我抬起头，看着那些银色的战鹰消失在天际，嘴唇微微动了动。没有人听见我说了什么，但如果有人能读懂唇语，他会看到我说的是4个字：鹰击长空。